上一期视频，我们一起测试了1151平台的 ES 处理器 QHQG。CPU 本身其实还是很好玩的，只是折腾起来稍微麻烦。今天我们测试一下比较大众的选择 E31230V5，同样是4核心8线程，基础频率 3.4 赫兹，单核 3.8，全核 3.6G， 不带核显。目前在某宝平台只要50包邮，于是搞了一颗。正常情况下 E3V5 在消费级100系和200系主板是点不亮的，需要用软件修改 BIOS， 关闭 ME 引擎，再用 CH341A 编程器刷进芯片中。我们今天用的主板是华硕的 M8R， 比之前的 Z170AR 多了板载 debug 灯，其他参数基本接近。改好 BIOS 之后上机点亮，接下来就是 E31230V5 的性能实测。CPU-Z 多核2000分出头，单核400分出头。烤机功耗温度表现，满载时温度50多度，功耗55瓦左右。主板自动电压给的 1.25 伏，如果手动降压应该还能低点。接下来是游戏测试，选择搭配 RTX 3080以消除显卡瓶颈。对比组是之前测试过的 152640V3 和 R55500。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高画质，在部分场景中 E3 接近满载，而 RTX 3080占用始终没有超过70%，最终平均帧123帧，比 152640V3 低一帧，比 R55500的157帧还是要低一截。2077 1080P 中画质，不管室内还是室外，搭配130 RTX 3080显卡占用都不超过50%，最终平均帧102，与15一样。而 R55500有142帧，新架构的6核要远远强于老架构的4核和8核。黑神话 1080P 中画质 DLAA 原生分辨率 E31230V5 可以让 RTX 3080接近满载，最终平均帧98帧。这个成绩比之前的15要多2帧，比 R5 要低2帧，三者表现几乎一样。最后是 CSR 1080P 最低画质原生分辨率。社区跑分地图中 E3 表现还不错，有180到200多帧，但是比 E5 还是要低一点点，更比不了 R55500的300多帧。但最要命的是 E3 在实际游戏中大多数情况下只有80到90帧，少数情况下能掉到60多帧。虽然升帧时间还是比较稳定，但是很难说玩得非常开心。最后总结一下，理论性能方面 ，E3V5 比起稍微现代点的6核 R55500还是有不少差距，而与同时代的 152640V3 基本相当，多核要差一大截。显卡搭配方面，还是推荐老搭档 GTX 1080级别的。除了黑神话这种游戏之外，大部分游戏还是 CPU 瓶颈居多，哪怕换3080提升也不大。性价比方面，目前100系主板普遍在100出头就能买到。加上 E3V5 的50元价格，大概160到170就能搞定版优。对比 E5V3 窄版 X99 没有什么优势，E5多核性能还要更好。但是正经的 Z170主板在 I/O 各方面日常使用体验会更好。但是这两平台性价比的真正关键点还是在内存，考虑到目前第4内存价格上天，因此后续视频我将测试一下 E230V5 搭配 DDR3 的表现。看看理论性能有无损失，有没有可能把性价比再提升一下。这些内容呢需要花费不少时间精力，喜欢的话不妨点赞、关注、投币，有问题也欢迎评论区探讨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墨尘，下期视频再见。